你说报销单有问题，有什么问题我会去改。你看啊，把里面的铅笔痕迹去掉，用黑色水笔写一张说明附在里面。还有，里面有一张餐饮发票像是假的，你去问问你们经理，做好了再拿给我。 什么真的假的？你自己看看，自己看看，这个就是我跟客户在前面郁金花园吃的饭，有问题吗？可是这是他说的。我不管啊，现在都已经4点半了，你赶紧把这事情给我搞定，把钱拿回来。如果还有问题的话，让他自己来找我。还不去啊？ 秋莹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住宿发票单的日期超规定，为什么不附文字说明？天天报销，这点规矩你不懂？我一直是这样做的。上次会议大家已经沟通过这件事儿了，这次报销，实报实销。我们财务部啊也是按照公司的财务规章做事。如果你说这个事儿上过会的话，请你拿会议纪要给我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是不是你徇私舞弊啊？经理，好了没有？怎么回事啊？白主管说，这次住宿发票单日期超过规定，让我附文字说明给他。我跟他说了，这次报销实报实销，可是他让我找出会议记录给他。你怎么办事情的？越活越回去了。报销程序怎么会出错呢？我这今天才让你办了1件事情，这都快下班了，都还没搞定。你到底是怎么做的呀？经理，我知道你是故意的。我告诉你，照老规矩，你究竟报不报？我也是按照公司的规章做事儿，不报。你想怎么样？故意搞我是吧？是不是我拿出会议的记录给你？你还有下一招等着我呀？搞你啊！我当然是搞你了，我早就搞过你了。经理，我要举报！白主管假公济私，打击报复，而且还要不给我报销，他追求我不成，这是人害手段，把公司这台电脑亲自砸了，他还说是我朋友打的，诬陷我朋友，他还报警，结果闹到了派出所。没事，没事，没错。他被光导人宣传出来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别跟着来，大家不信的话可以去调查。闭嘴！血口喷人啊你！我没有血口喷人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如果大家不信的话，可以随便调查。我还知道，他串通底下的工厂，把自己吃饭的发票加在工厂账单费里一起报销。我知道就有10月13日明祥饭店的一张，还有10月17日必胜客的一张，这都是前天他自己亲口得意洋洋的告诉我的，说是少额面额可以随便混随便发，没关系。我告诉你了，我还抽你呢！别拉我！小白，你干什么？小白，经理，他疯了，他跟这儿胡说八道，血口喷人。经理，没有血口喷人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我绝对没有骗大家。经理，我跟您说实话啊，他为了报假发票，他跟我睡觉，让我在公司庇护他。这种女人说话不能信啊！你放屁！我才没有呢！查电脑、查账，现在肯定都能查得出来。我告诉你，我绝对不冤枉一个好人，可是我也绝对不会帮我一个蛀虫。你就不是什么好人！你才不是好人！你要不要脸？你才不是好人！你才不要脸！你才不要脸！小贝别哭了，发泄出来就好了啊！别哭了，财务部已经去查账了，消息一会儿就到。别哭了。真是没想到，这个白主管平时看起来人模人样，内里竟是这样的货色。不过说真的呀，女孩子呀，还是别跟这种人闹。你看，给泼一身脏水，惹得一身流言蜚语，以后啊，一辈子都洗不清。对呀，你以后遇到这种事儿，你还是忍忍吧。像那种臭男人，早晚会有人对付他。我自己就能对付他，他这都
跟我搞欺负是不是？我才不会的呢。不过就是经理出差的那个备用机还在报销单上呢，让我能不着急吗？你们帮我去催那个报销单。行。如果经理今天下班，那个报销单你可就完蛋了。好了，知道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不用管我，我想自己静一静。你们先走吧。那你一个人在这静着，我们先去弄报销单。别哭了，我这男人。走了。该调整的部分我都标注完了，你按照我的标注帮我再修改一下，明天上班的时候交给我。好的。资料复印好放我桌子上。嗯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喂，安迪姐，小关，我这边准备下班了，要我去接你吗？不用了，安迪姐，我今天可能加班。你要不打个电话问问莹莹，我有点担心她。邱莹莹。OK， 我知道了。拜拜。我这边准备下班了，小关说他还需要加班，你需要我顺路去接你吗？我工作已经都做完了，我准时下班。你怎么了？那个姓白的对不起你了。不过我也闹回去了。好吧，我15分钟到，你等我。好，你不用担心，我自己能解决。拜拜。喂，你好，邱莹莹吗？这里是人事部。人事部。关于白主管的事情，我有话要问你。我真是看走眼了，邱莹莹，你给我等着。等着就等着，不怕你。小邱啊，因为今天发生的事情，所以公司决定暂停你的工作，同时终止小白的一切工作。我们会本着公开透明的原则来调查此事，并且调查在此次事件中你所扮演的角色。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呢，我们先会替你保管你的出入门卡。可是我是举报者呀，我没有贪污啊，为什么要停我工作呀？停几天呢？这停工作的期间还照常发我工资吗？这个你放心，公司啊能赞赏你的检举。等调查工作结束之后，一切水落石出，公司会酌情补偿。行，反正我问心无愧，我相信公司。安迪姐，嗨。所以在那之后，你的人事经理把你叫过去，暂停了你的工作，还没收了你的门卡。安迪姐，你说这什么意思呀？我举报了白主管，公司要停也得停他的职，为什么连我的也一起停呢？我也刚回国内，国内这些人事我也不是很清楚，要不你问问樊小妹吧，她是资深 HR， 她应该懂里面的门道。
南临大望街，北临桥北路，地理位置方便，面积又宽敞，最合适做办公室。可是你这什么都没有啊，我还得自己打隔断，哦，这些东西还得拆，这1个月10万也太贵了吧？那您觉得？不好意思啊。喂，樊姐，我莹莹，那个，我有点事儿，现在想问你。我现在在外面看房子呢，有什么事儿回去再说吧，好吗？行，好，那行，先这样，拜拜。那行吧，樊小姐，您要是不满意，我再带您看下一套。好。安迪，我这心里特别不踏实，你要不跟我再说点吧？你说什么都行，我现在老胡思乱想。可是我不太熟悉人事的那一套，我能给你的也只是一些不专业的意见。不过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说，我觉得你的那个人事经理，应该在平时就不怎么善待你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安迪姐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们公司文员关系可好了，但是我们经理眼睛都是向上的，我们都是他奴役的对象。你们公司的助理不也被你们差遣的没时间睡觉吗？不一样，如果是我的手下接二连三的被退票，我会怀疑其中有猫腻，肯定自己出面。肯定你平时做事丢三落四的，猥琐男知道你们上司不待见你，故意给你设的局，让你被你上司骂。我一想还真是的，我之前跟他抱怨过。没想到他拿这个设计我。可是我们公司同事跟我可好了，我哭的时候他们还安慰我呢。关关，哎呀，关关，累死我了！快借个肩膀靠一靠。你怎么也这么晚啊？又加班啊？你呢？我帮老同学看房子。哎呀，你是不知道，现在房价高的离谱，别说去买房子了，就连租房子都贵得要死。上海居大不易啊。哎，莹莹她今天联系你了吗？也不知道她跟那白渣男怎么样了。他倒是给我打了个电话，但是听情况好像不怎么样。人事部的经理说先暂停我工作，等公司他们商量好以后，调查清楚以后再通知我。这个白渣男还有些道行，我真是小瞧他了。这事儿比想象中的大。哎，把你人事部经理跟你说的话详细告诉我。他就说什么赞赏我举报白酒馆这种行为，但是呢，先停止我的工作，让我回家待命，然后说等他们调查清楚以后再通知我，再酌情给予我补偿吧，大概就是这些。安迪还问我说，是不是平时我的主管经理对我不好？他让我特意告诉你他问的这句话，让你作为参考。樊姐，安迪姐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呀？因为我是人事部的呀。一般情况，如果有上司关照的话，我们人事处置员工的时候都会有所顾虑，会跟他们的上司商量之后才行。现在这个情况，对你不利啊。莹莹，你不是跟你们单位同事关系挺好的吗？那你跟他们说说，让他们帮你求求情呀。跟普通员工关系再好有什么用？无非就是平时办事的时候方便一些，真要到紧要关头，根本就派不上用场。安迪他让我参考什么呢？参考什么？我明白这个白渣男为什么一再扔你的报销单了。因为他知道你跟你上司的关系一般，对不对啊？他正好借你经理的力量来打压你，打压到你急躁为止。这样你会怎么办呀？你会把他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跟他当面谈判。只要你去了，你就占了下风。你为了完成上司的工作，你必然会答应他些什么。他正好拿这个来要挟你，笨蛋！这猥琐男他真不要脸，莹莹，你千万不能理他。我理他了，但是我没办法呀。那我得去找他报销啊！他当着我一个人的面前，他说了好多下流话。我当时我一气之下我就冲出去了，我当着全公司人的面，我把他一锅端了。什么他砸电脑，还有他自己吃饭报销单跟工厂的报销单混在一起报，
我全给他说出去了。当时那个财务部的那些人全都乱了，我估计现在他们还……邱莹莹，你是不是笨呢？啊！哎呦，这个砸电脑的事就算了，贪污这么好的一个把柄，你怎么就抓不住呢？他第一次把你扔回来的时候，你就告诉他拿贪污这事儿来威胁他，你信不信？他立马投降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使的啊？这里面装的什么呀？你怎么就不用计策呢？我现在回味出来了，可是我现在回味出来，我也没办法了呀。我当时我问我们那个人事部经理，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回去上班，他似乎给了我答案，但是似乎又没给我答案，我怎么办呀，樊姐？我帮不了你。小秋的事情都搞定了，正在解决呢，超乎想象。其实我想到了一些办法，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。哎，你让他找我跟我说那些话，是因为你的想法跟我一致吗？叫上他们，到我这儿来吧。好啊。一般遇到这种事情，一定是2个人一起处理，但是你们公司最终的决定应该还是要看你的上司。可俨然你跟你的上司关系并不好，所以我想你的公司应该是会放弃你。可是我没做错什么呀。安迪，你这个背带真好看。你心真是够大的。唉，你怎么能什么都没做呢？你窝赃包庇啊！任何人都有理由相信，也许你跟这个白渣男如果不是闹翻的话，你会一直包庇下去。所以即使你有理由能够说服公司你并没有窝赃包庇，可是没有人会喜欢惹麻烦的人。你只要惹麻烦了，一定会放弃你。换作是我也是一样的考虑。我再补充一点，就是小秋上司的想法。这个世界上啊，没有人的屁股是干干净净的，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把柄，没人纯洁。所以，江湖人最讨厌的就是不懂规矩的人。小秋，你就是那个不懂规矩的人。我怀疑这个白渣男啊，最初只是想把你约出去，让你私下跟他保证你可以守口如瓶，顺便是不是可以占点小便宜什么的。可是他万万没想到你这么不懂规矩，所以你乱拳打死老师傅，这是江湖人最不乐见的，也是你经理最不乐意看到的。江湖规矩第2条，屁股不干净的人呢，最讨厌身边的人嘴巴把不住门。你当着你经理的面接白渣男的短，你经理还敢用你吗？啊，他只要不想用你，那么你的暂停就会变成被辞退。理由很简单，就是安迪所说的窝藏包庇，到时候你连说理的地都找不到，说不定啊，他们还会起诉你。什么起诉我？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？可是莹莹也是被白主管害的呀，你要不要去跟人事说清楚？可是小秋并不是骨干啊，可有可无啊。可是莹莹跟他们公司同事的关系都非常的好，如果他们集体挽留，也没用，都是一些可有可无、无足轻重的人，太悲哀了。没关系。安迪和樊胜美2人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职场新人邱莹莹所犯的忌讳。职场如同江湖，江湖有江湖的规矩，不懂规矩的人已无法在江湖立足。邱莹莹初涉江湖，不懂游戏规则，横冲直撞，当众揭短，人人自危，只能被 out 出局。有的时候，年轻并不是一种优势。我失恋，又失去工作，我失恋了，我工作也没了。樊姐，我同情你啊！你们起得那么早啊？我睡不着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你之前就让小关警告过我的。前辈的血泪教训，你是应该听一听。你今天干什么呀？去不去找工作呀？我也不知道呀，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回去了。樊姐，我怎么办呀？
我昨天不是跟你分析的很透彻了吗？啊，我说的句句实话，你得为今后在公司的处境考虑。你说你昨天那么大闹一场啊，这底子都被人给挖出来了，以后万一有什么意见不同的地方，他们就得拿这事儿出来呲儿，你知道吗，孩子？我当初为了找这份工作，我撞了好多墙才找到的。如果这份工作我没有了，那我得重新去找工作，那实在太难了。有什么难的呀？啊，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，想想自己想找个什么样的工作。放心，姐在呢啊，姐回来跟你一块参谋参谋。乖。樊姐，樊姐，樊姐，快烦死你姐了。不是樊姐，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啊，乖。关关，关关，我失恋，我又失去了工作。我知道，你跟我说过了，宝贝。然后就开始漫长的找工作，我没有钱，就得向爸妈伸手，他们又得埋怨我。我这季度的物业费都没交呢，我怎么办呀？我干脆跳楼算了。秋莹，你可千万不能跳楼啊！我跟你说，你能找到工作的。你现在跟毕业的时候不一样了，你有工作经验了。对啊对啊，前段时间我们公司刚来几个大学生来面试，穿得跟 cosplay 似的。我们同事偷偷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围观，我总比他们强是吧？是呀，这说不定你能找到更好的工作，因祸得福呢。可是我眼前怎么办呀？我现在没有钱交物业费，也没有钱吃饭。小关，哎，来了来了，莹莹，我这先走了，你也别多想，这你吃饭的钱呢，就包在我身上。你想吃什么告诉我，到时候我给你带。关关，关关，喂，李子，哎，那个，我想问一下，公司那边有什么消息吗？没有啊，除了白主管今天没来上班，其他跟平常一样。哦，那个经理有没有提到我呀？没有啊。哎，不是，今天怎么没来上班啊？没什么，公司说，要调查白主管，所以就先让我回来休息几天了。没事，你就好好玩吧。我估计着，是公司看你检举有功，特意让你休息2天。再说了，贪污的是白主管，跟你没有关系，是吧？你也是这么想的是吧？那可不，要不然还能怎么样？行，那我知道了，谢谢李子啊。这样，等我回公司，我请你吃好吃的。好嘞，行，我先忙了啊。行，拜了啊。喂，你好，我是邱莹莹。我是人事部，我代表公司正式通知你。经过调查核实，我们认为白主管和你都有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，所以从今天起啊，你不再是公司的员工了。可是我举报了白主管呀。考虑到你检举揭发白主管的行为，公司会支付你这个月的工资。至于你留在公司的物品，我们会帮你清理好，你可以随时回来取。好了，谢谢师傅。修好了啊，谢谢师傅。来，老邱，电话。哎，嘿嘿，宝贝儿，怎么了？啊？爸，我被解雇了。怎么了？你做错什么了？
我什么也没做错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。别哭，宝贝儿，你慢慢说，别着急啊。